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江海是至柔的象征，也是至大的象征。它们处于地势的最低处，却能够汇聚万川，滋养百谷。正是因为它们甘愿处于最低的位置，不与诸水争高下，才成为万水归心的终极归宿。老子在这一章以江海为喻，揭示了权力、领导与德性之间的深层关联。他写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在这里，江海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深刻的领导哲学，是顺势而为、以退为进的智慧之体现。当我们把这句古语放到今天的社会语境中，他对领导力的理解与主流商业管理理论中的协同赋权、去中心化等理念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共鸣。在强调领导权威的传统中，许多人习惯以指令统御、以身份压制，误以为在上位者必须时时展现权力的重量，可现实往往悖论频出。一个总是强调自己处于中心位置的组织者，反而很难真正凝聚人心；一个事事要插手、一切都不肯放手的上司，反而最容易成为团队发展的瓶颈。这种张力也正是老子所揭示的“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里的下，不是卑躬屈膝的讨好，而是一种主动放下、自觉低处的姿态。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是站在高台上俯瞰众人，而是站在集体之中，听得见民众的声音，看得清众人的需求。领导的位置不是宣扬自我价值的舞台，而是服务与承载的责任之地。正因为善于退让、甘愿隐身，所以在上者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与信任。老子进一步强调，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意思是说，真正的圣人即使身处高位，也不会给人民造成压迫感，即使身处前方，也不会成为人民的阻碍。在当代的职场环境中，这一思想尤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许多组织内部的失败，并非因资源不足，也非因人才匮乏，而是由于上下结构中的张力失衡。比如，在企业管理中，那些真正能够引领团队走得更远的管理者，往往并不倚重权力结构来推动事务，而是通过身教、倾听、授权和陪伴来赢得信任与执行力。管理不是对人的驾驭，而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调和。好的领导者懂得如何在团队内部隐身，让团队本身成为前进的力量，而非一切进步都依赖其个人意志。我们不妨再深入一点，从当代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的意涵。当今世界，无论是公权力的行使，还是组织制度的设计，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命题：权力如何才能真正服膺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才能避免权力膨胀、权力腐化的恶性循环？老子提出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此提供了一种反思路径。不争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任由局势发展，而是一种智慧的取舍，是在权力操作中主动削弱自我中心意识的自我觉察。一个不争之人，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不炫耀力量；不是不能在前，而是不贪恋在前。这种领导者，因为其内在的克己与无私，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凝聚力。群众乐于推其为上，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被成全，而非被支配、被替代、被轻视。这种逻辑在民主制度与治理结构中同样适用。真正能赢得人民拥戴的制度，
不是设计的最为精密的那一个，也不是自上而下最严密管控的那一个，而是能够让人民在其中自由呼吸、自由表达、自由参与的制度。制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其刚性执行力，而在于其柔性容纳力。在这一点上，将海之善下之的比喻所体现的正是制度如何向下延展，如何包容多元，如何回应弱者的智慧。从工作情境回看，我们也能理解为何许多现代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扁平化管理结构，以及越来越重视心理安全感的营造。领导者在团队中的存在方式，正如江海在地理中的位置，不是竖起一座高峰让众水绕行，而是沉入低处，让众流聚合。当一个组织内每一个个体都感受到自己声音的价值与被听见的可能，这个组织便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并不依赖领导者高高在上的指令调度，而是建立在全体成员心照不宣的共识与信任之上。而在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隐身并不等于退场，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在场。它的价值不在于处处可见，而在于无处不在。他以身后之位引领众人前行，以不争之心激发众人奋进，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状态：天下乐推而不厌。因为这位领导者不是自我推动者，而是众人的承托者。他不是要求众人围绕自己转动的轴心，而是使众人因其存在而各得其所的磁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章的价值还在于对德与势的重新排序。在功利的秩序中，势常常压倒德，结果是人们看似拥有了制度化的控制工具，却丧失了根本的道义认同。在这一章里，老子再次确认了德先于势，虚胜于实的哲学立场。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自觉，更是一种政治与组织运行的根基智慧。真正让人心归附的，不是制度强制的力量，而是领导者甘为众人之下的德行气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政体因权力的过度集中而崩溃，无数组织因领导者自我中心而陷入僵化。老子的这一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柔性的替代路径。他用水的语言讲权力的哲学，用下位者的姿态书写上位者的品格。这个姿态在今天仍然可以在那些真正尊重人性的制度与组织中得见踪影。而这一切的根本不过是5个字：以其不争。然而不争并不容易。在这个鼓励竞争、奖励突出的时代，如何在纷争中守住初心，在喧嚣中保有谦退之道，是每一个在位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不争需要自省的能力，也需要面对权力诱惑时的清明判断力。不争是修养的结果，不是无能的表现，是成熟的呈现，而非怯懦的逃避。这一章在结尾处所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开放的，也是深远的。如果说前几章教我们如何无为，如何知止，那么这一章则是关于如何处上，如何为先而不自居为先的智慧。它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上位者时，提供了反向审视权力的镜子。接下来的第67章，老子将揭示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真正伟大的道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不自以为大。他将提出3个关键的核心品质，分别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3个词语将进一步延伸我们对无为而治背后的情感基础与实践路径的理解。而慈、俭、让又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得以保存与转化？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